2005年的一个冬日，天涯社区，那个曾经让无数网友彻夜讨论的热图，在神秘的莲蓬鬼话板块，一个求助帖悄然出现。说实话，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帖子的时候，后背是发凉的。发帖人是一位面临投资失败困境的商人，精神压力巨大。他讲述了如何听从朋友建议，前往东北寻找一位出马仙给看看。令人震惊的是，这位大仙似乎能看透人心，在几乎没有交流的情况下，他精准指出了这位商人投资中一个只有他自己知道的秘密细节。最让人不安的是，大仙留下了一个模糊而致命的预言：某月某日，你将面临一个巨大的选择，否则一切终结。就在预言日期到来前3天，这位商人发出了最后一帖，只有短短几句话：我明白了，我逃不掉了。然后他的账号永远沉寂，如同人间蒸发。这个悬案至今仍是一段未解之谜。这究竟是一场预知未来的神迹，还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心理游戏？让我们拨开迷雾，探索那些超越常规意识的神秘现象。当我们惊叹于出马仙的神准时，不禁要问，他们是如何获取那些看似不可能知道的信息？传统的心理学解释指向了热读术，通过观察环境、肢体语言甚至网络信息来筛选线索。但如果我们跳出常规思维，大胆假设一下，当一个人进入某种特殊的意识状态，是否真的能接收到超越常规的信息场？我知道这个想法很大胆，但你仔细想，就像收音机调频到不同的频道，我们的大脑是否也有类似的调频机制？那位投资商的案例中，大仙的神准或许不仅仅是信息的筛选，而是在特定状态下，意识能够暂时突破常规限制，接触到更深层次的信息网络。这种状态，东北人称之为上身，一种意识与某种更高维度存在连接的状态。如果说个体上身现象已经令人困惑，那么集体性的出马现象则更加扑朔迷离。上世纪末，北方一些偏远农村爆发了奇特现象，大量普通农妇开始出马，他们大多是文盲，却展现出平时完全不同的能力。他们能用陌生的口音讲述村里无人知晓的旧事，能找到丢失多年的物品，甚至能解决家庭纠纷和土地争端。更神奇的是，当多位仙姑同时处于上身状态时，他们会不约而同地描述看到一个模糊而强大的神灵。虽然细节略有不同，但核心意象惊人一致。这种现象与北方古老的萨满教有着深厚的渊源。萨满通过仪式、古典和舞蹈，让个体意识进入一种出神状态，与集体意识产生连接。在东北地区，这种古老的意识激活方式与当地文化融合，演变成了独特的出马仙文化。当我们从个体案例到集体现象，不禁要问，人类的意识是否真的能够超越个体限制，与某种更宏大的信息场产生连接？我知道，在这里引入量子力学可能有点跳跃，但你仔细想，这其中的相似性是不是很惊人？量子物理学告诉我们，两个纠缠的粒子无论相距多远，都能保持同步状态。这是否暗示了意识也可能存在某种量子纠缠？当集体进入相同的意识状态，是否也能产生类似的共振？荣格的集体潜意识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视角。那些仙姑们共同描述的神灵，是否正是人类集体潜意识中的原型意象？这些原型是否代表了人类对宇宙深层结构的集体感知？古老的萨满仪式与现代的互联网看似风马牛不相及，但他们可能都在做着同一件事，探索人类意识与更宏大信息场的连接方式。古人通过古典和舞蹈，现代人通过网络和大数据，我们都在寻找一种超越个体认知的集体意识。当然，我们必须保持理性思考，大多数所谓的大仙，依靠的仍然是对人性的洞察和心理技巧。但不可否认的是，人类历史上确实存在着一些无法用常规解释的神秘体验。这些体验或许告诉我们，人类的意识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广阔。当我们放下固有的思维框架，或许能够发现意识与宇宙之间更深层次的连接。无论是东北的出马仙，还是其他文化中的神秘体验，它们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的假设：人类意识可能是宇宙意识的一部分，
我们的大脑可能是一种接收和传递宇宙信息的装置，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知道那位天涯上的商人最终做出了怎样的选择，但他的故事就像无数个类似的神秘事件一样，成为了一个路标，指向了我们意识深处那片尚未被探索的广阔宇宙。也许真正的神秘不在于那些无法解释的现象，而在于我们自身，我们的大脑，我们的意识，我们与宇宙之间那种无法言说却又真实存在的连接。这或许是人类探索的终极问题：意识是什么？我们与宇宙的关系是什么？